陈然，你这个赔钱玩意儿，这可是北宋汝窑玉壶纯瓶，价值1000万，把你卖了都赔不起。老板，你昨天才跟客户说这东西是明代的玉壶纯瓶，怎么又成北宋的了？店里东西这么多，我哪能每个都记住？我不管，瓶子是你摔碎的，你必须赔。我哪来的钱赔？我在你这儿干了3个月，一个子儿都没给我。你先把我工资发了，我才能赔你这个破瓶子。你还敢顶嘴？我告诉你，没钱就给我干活抵债，什么时候赔完，什么时候滚！什么玩意儿，也敢跟我顶嘴？我出去一趟，要是我回来之前你还没把店里打扫干净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这个周扒皮居然敢打我！喂，你踩着我了，还不快把脚挪开！什么情况？刚刚是你在说话？就是小爷我，都怪你！我上周才从窑里烧出来，还想着能被一个有钱人买草过好日子去，这就被你摔碎了。我的妈呀，见鬼了！哎呦，你干什么？玉壶春，没想到你也有今天。往那边去点，别把你的气喷我身上了。你不也是昨天刚出来的，身上的气也没干，我还没嫌你呢。我要回家，我才不是什么金丝楠木，就是一个普通游牧而已。我回去，吵死了！怎么回事？我怎么突然能听到这些文物的声音？奶奶给我的这块玉佩碎片怎么在发光？难道是她给了我这么神奇的能力？铜剑，告诉我，谁是这个屋里最值钱的宝贝？那当然是架子上的玉璧姐姐啦，她可是周老板花1万元买回来的呢。那个周扒皮不是说这玉璧是上好的和田玉做的，价值上亿吗？好一个奸商，还说什么店里的东西都是他淘来的稀世珍宝，明明就是一堆不值钱的假货。发了，这下真的要发大财了！我既然能听见这些古玩的声音，那去古董市场捡漏还不是轻而易举？要是淘到什么稀世珍宝，我后半辈子岂不是衣食无忧了？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只要50元即可把我带回家。买我，我只要20，当然买我了，我才10元。怎么这些摊上的东西都是假的，一个值钱的都没有？看什么看？我可值10万元，你买得起吗？破玉，看把你得意的！我可价值50万，都没你这么看不起人。终于看到一个有好东西的摊了。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70万。这么贵？美女，我这里随便一样东西你都买不起，赶紧走吧。我全身上下就剩1000块了，确实什么也买不起。就算买得起，万一这些东西说的都是假的，那我岂不是要流落街头了？小姑娘，别走啊！小姑娘，把我带回去吧，我可价值300万呢。300万？这些都是一些残次品，你要是想要，可以便宜卖给你。不能表现得太急切，不然这老板肯定会坐地起价，坑我一笔。姐姐，我只要10块钱，快把我带回家吧。老板，这个梳子多少钱？这人看着不懂行，趁这个机会好好宰他一把。1万。不是说都是残次品吗？你还要我1万？这梳子可是顶级金丝楠木做的，本来是卖5万的，但前段时间不小心被我弄掉了一个齿，所以我才便宜卖你的。1万太贵了，便宜点1000，要了你就拿走，不要就赶紧走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奸商，10块钱的梳子卖我1000，1000可以，但是我正好还缺个镜子，你把那个镜子送给我，我就买了这个梳子。这镜子是我前2天在旧货市场随手捡的，根本不值钱。这木梳子成本也就几块钱，卖它1000块，我可赚大发了。行吧，就当揽个回头客。扫码还是现金？花1000块买一个烂梳子和破铜镜，真是个冤大头。你是什么朝代的镜子，居然值300万？我是……什么？我说我是……什么啊？我怎么听不见他说的什么？算了，300万，我赌上全部身家买了你，
你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啊！我得赶紧找个靠谱的古董铺帮我给这个镜子估个价。女娃娃，别看了，就买我吧，我可价值300万，把我买回去不吃亏的。别在那儿吹了，我可价值420万，比你值钱多了呢。当然买我啦，我价值500万元。这女娃要是个懂货的，肯定买我。这家店的东西倒都是真的，说明店主眼力不错，应该能认出这个铜镜的价值。请问你是要卖东西还是买东西？我要卖东西。你看看这2个东西能值多少钱？这就是枣木做的梳子，最多值10块钱。梳子不重要，你仔细看看这个铜镜。美女，这铜镜是个仿品，也不值钱。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？这玩意儿摸着手感粗糙，看着也没半点老物铁的质感，就是块破铜烂铁，真不值钱。你是刚入行的新人吧？下次买东西仔细看看，别再当冤大头被人骗了。你才冤大头呢！我看你店里好东西不少才进来的，本以为你是个鉴宝大师，没想到是个有眼无珠的花架子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我说你有眼无珠。我看你被骗，好心安慰你几句，提醒你别再上当，没想到反倒被你奚落一顿，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！你赶紧走，别在我店里耽误我做生意。走就走！像你这样不识货的人，守着这么好的店也是浪费，早晚得倒闭。是谁在咒我的店倒闭啊？爷爷，就是他，拿着一个烂梳子和破铜镜，非说是什么宝物。我好心安慰他，他反倒骂我有眼无珠。你呀，做事不能太浮躁，更不能仅凭东西的外表就妄下定论。见宝如识人，得用心去看，才能发现其中的奥秘。姑娘，能让我看看你带来的东西吗？你能行吗？不会也是个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吧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爷爷可是陆仲林，多少人请我爷爷去鉴宝他都不去，现在肯看你拿了破铜烂石，你就偷着乐吧。陆仲林，国宝级的鉴宝大师，之前只在电视上听过他的名字，没想到见到真人了。陆大师，久仰大名，刚刚是我语气不善，您别往心里去。不碍事儿，快把东西拿出来给我看看吧。姑娘，你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？姑娘，你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？就是刚才在古玩市场的一个小摊上淘来的。爷爷，您看这镜面这么粗糙，纹饰也模糊不清，不就是个普通的铜镜吗？您怎么这么大反应？你懂什么？这可不是普通的铜镜，这是12生肖纹铜镜。怎么可能？就这破铜烂铁，竟然是12生肖纹铜镜！陆大师，什么是12生肖纹铜镜啊？这你都不知道？亏你还敢来古董行卖东西！小严，怎么跟客人说话呢？12生肖纹铜镜最早产生于隋朝，一直沿代久远，品类珍稀。姑娘，你这面铜镜现在的市场价值至少300万。竟然真的值300万！看来之前那些古玩说的都是真的。多谢陆大师点，不然我还真被人当成冤大头。姑娘好眼力，能在小摊上淘到这样的宝贝，实属难得。不知你是打算自己收藏，还是想出手？陆大师，我想出手，您这里收吗？当然收，这样的珍品
能留在我们陆氏古董行是我们的缘分。太好了，陆大师，那咱们就按您说的300万成交。个10、100、1000、300万，完了，这下真的发了！不就是瞎猫撞上死耗子捡了个漏，有什么好得意？那又怎样？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啊！有本事你也捡个漏给我看看。不过就你这眼力，连隋朝12生肖纹奇护记都认不出来，估计就算宝贝摆在面前，也得当成破铜烂铁，还是别出去丢人现眼了。刀成口舌之快，有本事敢不敢跟我比一场？比什么？就比鉴宝。10分钟时间，咱们各自在店里找一件藏品，让爷爷当裁判，看谁找到的宝贝价值更高。你要是输了，就把你刚刚赢的300万送给我。要是你输了呢？我要是输了，我给你翻倍，600万，怎么样？敢不敢赌？有什么不敢的？比就比。这陆氏古董行，我从小逛到大，所有藏品的底细我都清清楚楚。10分钟内找件值钱的宝贝，简直轻轻松松。他就是个刚入行的新手，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找出什么真品。我赢定了。反正我能听见这些古玩的声音，别说10分钟，就算1分钟，我也能精准锁定高价藏品。这场比试简直是稳赢。既然你们都有兴致，那我就来做这个裁判。10分钟倒计时，现在开始。我记得这里摆着几件年代久远的玉器，价格不菲。选我可值5万呢！别听他的，选我啊，我可值8万。都别嚷嚷，我值15万，比你俩加起来都多。就你了，我找到宝贝了，这是清代和田白玉佩，至少值35万。烦死我了！快把我救出来！我可是价值500万的金钱。这花瓶里面有金钱？那些都是店里挑剩下的残次货，全是假货，根本不值钱。就它了。哈哈，你该不会以为古董是越大越值钱吧？这花瓶的青花发色暗沉，纹饰呆板，一看就是现代仿品，假的不能再假了。我这清代和田白玉佩可是正经的老物件，质地温润，雕工精细，至少值35万。你这花瓶撑死几十块，跟我的玉佩比，差着10万8千里呢。小姑娘，小妍说的没错，你还是再选选吧。谁说我要拿这个花瓶跟你赌了？那你抱他过来干什么？陆大师，刚刚他说这个花瓶不值钱，那能不能送给我？当然可以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终于被救出来了！我可是价值500万的金简，他们居然把我和垃圾放在一起，真是岂有此理！果然藏的有宝贝。陆大师，您看看这个，这什么东西？怎么会藏在花瓶里？这文字笔画规整，气韵古朴，是唐代的篆书风格。这是武则天除罪金简，《资治通鉴·唐记》中明确记载过，武则天晚年心怀愧疚，为忏悔一生罪孽，特派使臣前往嵩山峻吉峰投下赎罪金简，以求上天宽恕。什么？此等国宝，岂容你随意触碰？姑娘，你可知这金简的意义？它上面记录的正是一代女皇对自己一生功过的忏悔，是研究唐代历史和这位传奇人物生平的绝佳实物证据，是真正的国之瑰宝。从精致纯度、命纹风格和制作工艺来看，这绝对是真品，而且保存得如此完好，市场价值至少500万。500万！看来这场比试是我赢了。没想到我家的古董行里竟然藏着如此重磅的宝贝，更没想到居然被他从一个不起眼的仿品花瓶里找出来。小妍，现在你明白了吧？你只看表面，最保认定竹花是仿品，却没发现里面的玄机，这就是你和这位姑娘的差距。
既然这金钱的价值陆大师已经确认了，那按照之前的赌约，赌约既然是你们定下的，自然要算数。小严，愿赌服输。陆大少，愿赌服输哦。加上之前卖铜镜的300万，短短时间内，我的账户余额已经飙升到900万。900万啊！我做梦都不敢想，有一天居然能赚这么多钱。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陆大师，我叫秦冉。你小小年纪，不仅有这般沉稳的心态，眼力和见识更是远超同龄人。这武则天除罪金针藏在不起眼的仿品花瓶中，连我都未曾察觉，你却能精准找到，实在难得。多谢陆大师夸奖，都是因为那个碎片我才能听见这些文物说话的，要不然我也发现不了这个金简。对呀，那碎片既然有如此神奇的力量，若是能找到其余的碎片，我会不会拥有其他的能力？陆大师，这是我家的传家宝，之前被我不小心摔碎了，还把其他几块弄丢了。您见多识广，能不能帮我看看这枚玉佩碎片？这碎片的材质很特殊，既不是常见的和田玉、翡翠，也不是普通的秀玉、独山玉，它的质地温润细腻，隐隐透着一股奇异的光泽，纹路也颇为古朴，不像是现代工艺能打造出来的。我一时之间竟认不出它的来历。这东西我好像见过。你见过？前几个月跟爷爷去参加王林老先生的品鉴会，在他家里好像见过类似的玉佩碎片。当时那碎片被放在一个锦盒里，我就扫了一眼，记得纹路和这个有点像，但不确定是不是一套的。王林是那个著名的古董收藏家，你能帮我问问他吗？如果他真的有，我愿意重金购买。凭什么我帮你问？你刚赢了我600万，现在还想让我给你跑腿？你这孩子！要不是小冉，这金简早就被你当垃圾清出去了。咱们陆氏古董行还得错失一件国宝，人家帮了咱们这么大的忙，让你打个电话问问怎么了？知道了，我现在就打。小冉啊，看你年纪轻轻，鉴宝的眼光却比不少老手都毒辣。今年多大了？身边有没有合心意的小伙子？陆大师，您就别打趣我了，我这点本事还差得远呢。我今年才23，暂时还没考虑这些。哎，别叫什么大师，不嫌弃的话就叫我一声陆爷爷。以后在古董行里遇上什么难处，或是想找人讨教鉴宝的门道，尽管来找我，别跟爷爷客气。我这个孙子啊，叫陆岩，比你大2岁，今年25，做事情毛躁躁的。你这孩子灵头又沉稳，跟他正好能互补。你以后可要帮我多提点着点他。你们年轻人脾性相近，肯定比我这个老头子跟他聊得来。怎么样？王老爷子说，他确实有一个这样的玉佩碎片。真的？你别高兴得太早。王老爷子说了，这玉佩碎片他还没搞清楚来历，不准备卖。啊！但是他还说了，只要你帮他办件事儿，他分文不取，把碎片送给你。什么事儿？他没说具体是什么事儿，只要你现在过去一趟，他要当面跟你讲。那咱们赶紧走啊！马上带小冉过去，难得王老头这么大方，去晚了怕他反悔。爷爷，我还要留在店里看店呢。有我在，用得着你看店？王老头那人是出了名的难搞，你陪小冉过去，免得他被王老头刁难。走吧，真是上辈子欠你的。哈哈哈哈！小严来了，快坐。哈哈哈！王老先生好，打扰您了。老头子，我家里冷清得很，你能来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就是这位姑娘想买玉佩碎片吧？王老先生好，我叫秦冉。哈哈哈！秦小姐，先看看，这是不是你要的碎片？就是他。王老先生，您说的事到底是什么？只要我能做到，一定尽力。看来你确实很需要这碎片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绕弯子了。老头子，我前段时间得了3个宣德炉，这3个宣德炉里只有1个是真正的明代宣德年间真品，另外2个都是高仿品。我给你半个小时间，只要你能准确认出真品，这枚玉佩碎片就归你了，分文不取。
王老先生，宣德炉是出了名的难辨，您这也太为难人了吧？没问题，我不用半个小时，5秒钟就行。你疯了！宣德炉根本没有官方标准器，形制考异同性，全得靠文献记载和旧藏比对。就算是我爷爷那样的鉴宝大师，也很难在半个小时内精准认出真品。你一个刚入行的呆瓜，半个月都不定认出来，还5秒，你还想不想要传家宝了？就5秒，如果我认不出来，立刻走人，绝不多留。秦小姐好大的口气！你要是5秒能把真品认出来，我把那真品一并送给你。王老先生，他这人脑子不好使，说的话当不得真的。他才刚入行，让他辨认宣德炉确实有些难。就是因为难才有意思。秦小姐既然敢说5秒之内辨认出真品，那自然是有些真本事的，我相信她。各位小孩哥、小孩姐、叔叔阿姨、爷爷奶奶，求求你们告诉我你们值多少钱吧！我真的很需要那个玉佩碎片。看你态度还不错，那我们就告诉你吧，我1万。我值10万。老头子，我价值1000万。这个是真的。你选的那个一看就是高仿。你看，这个铜质温润，款式规整，手感都不一样，这才是真品。秦小姐不再仔细斟酌这个，一旦选错，碎片可就归我继续收藏了。我虽然看不懂什么铜质款式，但是选贵的准不错。我就选这个。完了完了，你这样胡来，咱俩马上就要被赶出去了。早知道就不带你来了。小姑娘好眼力，没想到年纪轻轻，眼力竟如此毒辣，还真有点本事。王老先生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他选对了？这个真的是真品？千真万确。这3个宣德炉，我前几天刚拿到手，翻遍了文献资料，又对比了好几件旧藏，足足研究了1整天，才确定这只是真品。连您都研究了1整天才弄明白，竟然让秦冉半个小时内认出来，您这分明就是故意为难人啊！年轻人嘛，就得多历练历练。秦小姐既然凭真功师选对了，我自然信守承诺。这枚玉佩碎片现在归你了，这宣德炉也一并送你。多谢王老先生，只是我不爱收藏古董，这宣德炉放在我这里也是无用。那怎么行？我老头子说了要送你，岂能言而无信？您误会了，我没说不要，只是能不能给我折现啊？你掉钱眼里了，还不快闭嘴！没问题，我一会儿就给你转账。谢谢王老先生。我现在不仅能听到文物说话，还能看到他们的来历和制作工艺了。秦小姐，既然碎片也给你了，可以跟我讲讲你是怎么认出这个真品的吗？秦小姐，秦小姐，王伯伯跟你说话呢，你发什么呆？难道只有我一个人能看见这玉佩发出的青光？你刚刚有看见什么奇怪的光吗？什么光？你先别管那个。王伯伯问你是怎么认出真品的？果然只有我能看见。王老先生，这3个宣德炉看着相似，实则差异很大。这个炉子虽然表面做旧，但铜质偏杂，里面掺了过多铅锌，手感偏重且干涩，而且款信大明宣德年制字体呆板，是现代仿品的典型特征，价值最多1万元。这个应是清代中期的高仿，铜质比现代仿品强些，但掺锡比例失调，导致色泽暗沉不均，纹饰细节也不够流畅，缺少明代宣德炉的古朴气韵，价值大概10万元。而这个真品采用的是明代宣德年间特有的封膜铜铸造，铜质纯净温润，上手手感厚重却不压手。这炉子的款制是楷书阴刻，字体苍越有力，笔画转折自然，再加上它的包浆是自然形成的，细腻醇厚，这正是明代宣德炉的核心特征，价值足足有1000万。好，说得好。秦小姐年纪轻轻，不仅眼力毒辣，还能把其中的门道说得如此彻彻，真是后生可畏啊！王老先生过奖了，我只是运气好，恰好能分辨出这些差异而已。你要是之前问我，但现在我连物品的来历和特征都能看透，说这些自然信手拈来。王老先生，既然我解答了您的疑惑，不知您能否告诉我，这枚玉佩碎片您是从哪里得到的？我想找找剩下碎片。
这碎片啊，是我前段时间在一家古董店里买东西时，老板随手送给我的。我看它玉质特殊，纹路古朴，看着不像凡物，就收下了，也没多想。古董店？请问是哪家古董店？你还记得名字吗？名字好像叫周氏古董店，具体位置我记不太清了。老板是个姓周的男人，叫什么来着？周强？对，就是周强。秦小姐，你怎么知道？王老先生，我之前就在这家周氏古董店打过工，周强就是我的老板。哦，还有这种缘分，我跟周强还算有点交情。既然你要找剩下的碎片，不如我帮你问问。不用了，王老先生，还是我自己去一趟吧。正好我也得去要回他欠我的3个月工钱。我跟你一起去。我爷爷说了，让我好好感谢你。周强这个人是古董界出了名的无赖，要是我没跟过去，让你受了欺负，爷爷肯定得骂我办事不力。那就多谢你了。好，小妍跟你一起，我就放心了。小姑娘，你年纪轻轻就有如此鉴宝天赋，未来不可限量。以后要是在古董界遇到什么难题，或者想交流鉴宝心得，随时可以来找我。那就多谢王老先生了。美女，你眼光真好，这可是正宗的和田玉手镯。你看这颜色，这质地都是上等货，戴在手上显白又贵气，只要8万块，绝质值。那是，我爷爷可是著名的古董收藏家，虽然我只跟他学了1个月的鉴宝，但我天赋异禀，从没看走眼过。小姐姐，你别被他骗了，我才值20块。什么和田玉手镯，明明就是个玻璃做的仿品，也就骗这种半瓶草。你看了一眼就知道是假的，也太神了吧！8万也太贵了点儿，老板，你再便宜点，合适我就直接拿下。美女，这已经是最低价了，我这可是正经的和田玉，成本都快赶上这个数了。您要是嫌贵，就再看看别的。这不是我弄掉的，就是你！你把我的和田玉手镯摔碎了，80万，1分都不能少，赶紧赔钱！你刚才明明说8万块，怎么突然变成80万了？是你自己没接住才掉的，不是我的错。你这分明是碰瓷！你别推卸责任，这手镯是我刚收来的和田玉真品，今天不赔钱，你别想踏出这店门一步。秦冉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擅自离岗这么久，店里少了东西谁负责？我等会儿再跟你算账，现在赶紧滚一边去，别耽误我处理正事。我刚刚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就是你自己没接住才把手镯摔了，跟人家小姑娘没关系。就是。哼，你有证据吗？我说是他的错，就是他的错，必须赔钱，不然他别想走。你这是敲诈！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，信不信我辞退你？周老板，做生意可要凭良心，你这样做会把咱们古董界的声誉带坏的。陆少爷，我敬你是陆仲林大师的孙子，不想跟你撕破脸，但这丫头摔碎了我价值80万的手镯，今天必须赔钱。周强，你可真敢吹！这手镯成本才20块，你还好意思说价值80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这可是正宗的和田玉，就是这个价。再说了，你一个半胡子懂什么鉴宝？哼，陆少爷，咱们这行的规矩，货不离手，损坏必赔。既然你们执意为这个小姑娘出头，那就报警吧，让他们好好给我评评理。周强，你别在这里信口雌黄了，这手镯根本不是和田玉，而是玻璃合成的仿品。这它断口处玻璃特有的贝壳状纹路清清楚楚，和田玉断口只会是粒状，这上面还残留着人工做旧的化学药剂味，真正的和田玉怎么可能有这种味道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不止这手镯，你店里这些东西全是假货。这花瓶釉色浮艳，纹饰呆板，是现代工厂所制的仿品，顶多值50块。还有那个木挑摆件，你之前一直吹嘘是金丝楠木做的，这木纹一看就是人工告的，用的是普通柚木，成本连20块都不到。还有这个所谓的皇宫温真剂，明明就是印刷品上贴了假包浆，根本一文不值。闭嘴！你给我闭嘴！今天这事，你要么道歉放小姑娘走，要么我现在就出去嚷嚷，让路过的街坊邻居和客人都知道你不仅用20块的玻璃手镯讹账顾客，而且店里卖的全是假货。你觉得以后还有人会来你这破店买东西吗？就是，你要是再不放我走，我就拍视频把你发到网上曝光你。行，算我倒霉，你们赶紧走。
我叫庄西，今天谢谢哥哥姐姐的帮忙，我还有点事儿就先走了，下次再遇到我一定好好感谢你们。你们还想干什么？我今天来有2件事儿。第一，我要辞职，你把欠我的3个月工资结了，一共9000块，1分都不能少。呸！结个屁！你擅自离岗这么久，我没找你算账就不错了，你还敢来要工资？赶紧滚！别在我店里碍事儿！你今天必须把之前欠我的工资给我结清。我就不给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大家快来看看，这家店敲诈客户，卖的还全是仿品。别喊！别喊！结，我结，我现在就给你结。钱扫过去了，赶紧滚吧！我还有一件事。王雷先生说他很喜欢这个玉佩，想把剩下的碎片也买了。你怎么会认识王雷？你别管我怎么认识的，赶紧说，这碎片到底是哪儿来的？还有没有其他碎片？这碎片是一个私人卖家拿来的，虽有残损，但玉质温润细腻，我看着不错就收了。后来王老见了颇为中意，我便转手让给他。私人卖家，他叫什么？长什么样？那谁能记得清啊？都好几年前的事了。你们赶紧走，别在我这耽误做生意。走就走，你这破店谁稀罕待似的？别灰心啊，不就差一枚碎片吗？咱们慢慢找，总能找到的。说不定它只是被遗忘在哪个角落，或者被哪个藏家无意中收走了，总会有线索。话是这么说，但要找回来谈何容易？对了，明天城南有一场大型古董交流会，到时候古董界有名的鉴宝师、收藏家都会聚在那儿，展示自己最近收来的宝贝，交流鉴宝心得。你可以带着手里的碎片去问问，说不定有前辈见过类似的碎片。真的？交流会具体在哪里举行？明天几点开始啊？就在城南的国际宴会厅里，我本来就要陪爷爷过去一趟，到时候我带你一起去。太好了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陆岩。谢什么？我只是顺便而已。我爷爷在那儿，王老先生也来了。陆爷爷，王老先生，你们这是在研究什么宝贝？这么热闹。小姑娘，你也来了。前段时间我从一个老友手里收来一幅字画，笔墨功底深厚，纸质也是古物，看着像是真品。我有些拿不准，就拿来让大家一起看看。可我们这群老家伙围着研究了快1个小时，愣是没人能晓定这是谁的手笔。落款糊得看不清，印章也辨不出字样，实在让人为难。这画风确实奇特，线条飘逸如流云，笔触雄浑有盛唐气势，可细究起来又有几分差异，实在难以断定。陆爷爷，王老先生，能让我看看吗？说不定我能看出些门道。小丫头片子，你这会毛都没长齐，就敢在我面前说大话？这古画鉴定可不是过家家，得凭真才实学和几十年的经验积累。我庄栋缙云字画鉴定20年，都不敢说能轻易下结论。你一个毛丫头片子，懂什么笔墨章法？庄老，你可别小瞧秦冉姑娘，她年纪虽轻，但眼力毒辣得很。没错，小冉的鉴宝能力远超同龄人，让她看看，说不定能有意外收获。既然王老和陆老都这么说了，那你就上前来看，我倒要看看你能说出什么来。老头子，我可是吴道子所做的骂人绝图，价值100亿元。这群人看了这么久都没发现我，真是眼拙啊！100亿！小冉，怎么了？小姑娘，看不出来什么也没事儿。我就说嘛，一个小丫头罢了，还真以为自己能看出什么大名堂。这不是普通古画，是画圣吴道子的真迹，而且还是……什么？吴道子？你乱说的吧？吴道子的真迹早就在安史之乱、唐末皇朝此役的多场战乱中化为灰烬了，
怎么可能在这里？小冉，吴道子的作品仅见后世模板，无原版传世，你凭什么如此笃定这是他的真迹？简直是信口雌黄！我研究古玩字画40年，敢打包票，历代仿风他根本没有确凿的画作到不少，但真谱，想都别想！你们别急，听人家小姑娘说完。我不仅知道这是吴道子的真迹，还知道他的名字——八大人绝图。小丫头，你是不是看杂书看多了？这八大人绝图只在历代名画记里偶有提及，说是吴道子为宣扬佛教教义所作，早就失传1000年了。确实，这八大人绝图在文献中记载寥寥，从未有实物现世的记录。小冉，你确定没认错？小姑娘，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。要是传出去说我们误把这画当成吴道子真意，还是失传1000年的八大人绝图，那我们这就没地方搁了。王老先生，陆爷爷，这真的是吴道子的八大人绝图，我没说谎。你有证据能证明这是失传1000年的吴道子真迹吗？没有就别在这胡言乱语，赶紧离开！当然有，证据就在这幅画里。有打火机吗？借我用一下。你要干什么？万万不可！萧然，三思而后行。这古画年份久远，稍有不慎便会毁于一旦。是啊，小冉，陆老说的对，这画就算不是吴道子真意，也是老物体，烧了就彻底毁了。我看你是拿不出实打实的证据，想故意毁画耍赖吧？反正这画不是你的，毁了也不心疼，算盘打得到精。陆爷爷，各位前辈，我心里有数，我要的证据就在这层伪作之下。今日我若烧不出真东西，甘愿承担所有责任。既然小冉有十足把握，咱们不妨信他一次。他鉴宝向来沉稳，断不会无故鲁莽行动。放不出来。没错，和史书中记载的一模一样，分毫不差。不能单凭一方印就下定论。我庄栋研究吴道子字画几十年，绝不信世上还有他的真迹存世。庄老弟，这只是唐代特有的麻纸，墨是松烟老墨，再加上这独一份的笔法、落款和印章，层层印证，哪还有假？40年，我竟连吴道子真迹摆在眼前都认不出，反倒被一个小丫头上了一课。我还有什么脸面在古董界立足？他确实挺厉害的，换作是我，就算能发现这表面的伪作，也绝对想不到下面还藏着一幅真迹。你还好意思说？人家小冉敢想敢做，这眼力和胆识比你强多了，还不跟着人家好好学学？我知道了，爷爷。没想到我王林有生之年还能收藏到吴道子的真迹，这都得多亏了小冉。要是没有你，这国宝恐怕永远被伪作掩盖，我这辈子都蒙在鼓里。王老先生过奖了，我只是恰好发现了其中的玄机而已。你要干什么？庄老，有话好好说，你不能因为秦冉比你先认出来这名画就心存不满。庄老，您这是干什么？您是长辈，我一个晚辈怎么受得起您这一拜？我庄栋研究古玩字画40年，却不如你一个年轻姑娘看得透彻。之前的狂妄实在可笑，在这里向你道歉。庄老言重了，鉴宝之路学无止境，我不过是恰好看出了些门道而已。您在这行深耕多年，我还有很多地方要向您请教。好了好了，既然我这幅画已经研究明白了，那咱们的交流会就继续进行吧。还有谁带来了什么宝贝想让大家看看的？我这次来也带了一个东西，想请各位前辈帮忙看看。小冉，这碎片不就是当初你拿给我看的那枚吗？怎么还没找到其余的碎片？没错，我找了好一阵子，却始终没找到剩下那个碎片的踪迹，实在没办法，才想着来交流会上问问各位前辈。
虽然暂时找不到那个碎片的踪迹，但是现在我能看见文物的来历和制作工艺，说不定能在古董街淘到更多宝贝。美女，我可是宋代玉璧，价值10万元，快把我带回家吧。我一个价值30万元的唐朝美画在这里，凭什么买你啊？我可是价值60万的西晋铜六金代扣，当然买我了。哟，这不是上次花1000块买烂梳子和破通病的冤大头吗？居然还敢来，看来是没吃够亏。老板，上次你这儿那些残次品，能不能再让我看看？随便看。姐姐，我才很便宜的，才50元，快帮我买回去吧。我也很便宜的，我才40元，经济又实惠，买我吧。松手，这是我先看到的。秦冉，你一个臭打杂的，也来古董街学人家捡漏，真是异想天开。何倩，你是不是抢别人东西抢上瘾了？把东西还给我！你有闲工夫在这捯饬这些破玩意儿，还不如好好收拾收拾自己。你看看你穿的什么呀，又土又没有气质，怪不得超哥不要你。你有空对我的穿着指手画脚，不如好好保养一下自己，这样等你被庄超踹了，还能再去勾搭别人的男朋友。你懂什么？超哥对我是真爱，他说了永远不会抛弃我。他当初也是这么跟我说的。不还是转头跟你勾搭上了？这种渣男的话你也信，真是蠢透了。超哥，我是看在之前和他有点交情的份上，想关心他一下，没想到他不仅不领情，还这样说你。秦冉，倩倩不像你一样古板无趣，我可舍不得离开她。你说话这么夹枪带棒的，心里是不是还放不下我？也对，我爷爷可是庄栋国宝级的鉴宝大师，有他坐镇，我们庄氏古董早就成为了行业的巨头。我作为庄家唯一的大少爷，又有家世又有才华，你对我余情未了，也情有可原。不过，你要是跪下来求我，我倒是可以给你一个提鞋的机会。庄栋，不就是在交流会上的庄老先生吗？没想到他居然是庄超的爷爷。怎么，离开我之后，就只能靠捡这些破烂玩意儿打发时间了？你快别恶心我了，根本没人在意你好吗？秦冉，你不会被甩了之后不死心，想靠着这些破玩意儿翻身吧？真是可笑！就这东西，怕是连50块都不值，也只有你会当个宝。这是超哥刚给我买的宋代和田玉手镯，可是花了80万呢，这才叫真正的古董，懂吗？谁是宋代的老家伙？我明明是个17、18岁的妙龄少女。什么和田玉，分明就是秀玉仿制的，最多值100块，就这也敢拿出来炫耀，真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无知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就是看我给倩倩买这么好的手镯，你嫉妒了？有我在，他想要什么没有？犯得着嫉妒你们？秦冉，行啊你！刚跟我分开没多久，就勾搭上陆氏的少爷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不知廉耻？就是啊，超哥，你以前对秦冉那么好，这转头跟别人好，真是水性杨花。你们两个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？一对狗男女还好意思说我，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？庄超，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！陆大少，看着你爷爷的份上，我好心提醒你一句，这个女人就是个拜金女，勾搭我不成，转头盼上了你，你小心被她骗得人财两空。她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比你清楚，用不着你在这多嘴。你怎么会认识庄超？庄超之前总跟着他爷爷去参加一些交流会，见过几次。你们还敢当着我的面咬耳朵？真当我不存在是吧？看我干嘛？你们继续吵啊，我还等着看热闹呢。有了，宝宝，我想要这个簪子。刚刚老板跟我说，这可是汉代的老物件，玉质通透，雕工还好，价值足足50万呢。我特别喜欢，你给我买好不好？喂，
不关我的事儿，你别捧杀我。闭嘴！我说你是就是。没错没错，这可是正经的汉代老古董，值这个价。没问题，只要是你想要的，什么我都给你。陆岩，你疯了吧？他刚攀上你就敢开口要50万的玉簪了，他明摆着就是冲着你的钱来的。我女朋友喜欢，别说50万，500万我也愿意。不像有些人，连给女朋友买件真东西都舍不得，拿个100块的假和田玉镯糊弄人，别好意思在这说别人贪财。谁说我不舍得？你们就是故意这么说，挑拨我和倩倩的关系，倩倩才不会上当呢。倩倩，喜欢什么随便看，今天古董街上你看上的东西，哥全给你买，不差钱。超哥，我别的都不要，我就要秦冉手里这个簪子，看着就精致，我喜欢的很。老板，别磨磨蹭蹭，就这个簪子，赶紧给我包起来。哎，好嘞，我这就给您包。老板，这簪子是我们先要的，凡事讲究个先来后到。庄超，你们庄氏古董跟我男朋友的陆氏比起来可差远了，比财力你肯定是比不过的，你还是赶紧走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60万，我出60万买这个簪子，老板立刻给我包起来，钱我马上转你，1分都不少。好好好。庄超，就你有钱，今天这簪子我还非买不可。60万，你这格局也太小了。老板，我出100万，给我包起来。还是我男朋友大方，不像某些人小气得很。庄超，别打肿脸充胖子，大家都是圈子里的，谁不知道你那点零花钱全是你爷爷给的？1个月就那么点，刨去你平日里挥霍的，你根本拿不出多少钱。哎呀，原来庄超你这么大了，还靠着爷爷给的零花钱过日子，还好当初跟你分手了，要不然我就要跟何倩一样，连件喜欢的东西都买不起，那日子可就太惨了。谁说超哥买不起？超哥，他们都这么看不起你，你一定要把这个簪子买下来，要不然这事儿传到圈子里，大家都得说你不如陆岩，以后就要被他压一辈子了。200万，我出200万，这簪子我要定了。200万，宝宝，我这一时半会儿还真拿不出这么多现钱，这簪子咱下次再买好不好？回头我给你挑个更稀罕的。你根本就是舍不得。刚刚是谁拍着胸脯说这簪子非买不可？现在不还是得乖乖让给我吗？老板，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簪子包起来。得嘞，我这就给您包。你们笑什么？闹你是个蠢货啊！花200万买个20块钱的仿品簪子，要是让庄老先生知道了，怕是要断了你的零花钱。怎么可能？你就是嫉妒超哥给我买了簪子，故意胡说八道的。你们自己看看这簪子的做工，树脂浇铸的痕迹都没磨平，表面的血沁是化学药水泡出来的，用指甲抠都能抠下一层。也就你这种没眼力见的冤大头，才会把这破烂当宝贝。你懂个屁鉴宝！一个半路出家的半吊子，也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！不信的话，自己拿出簪子看看。你是故意的！你们2个合起伙来激我买这个假货！庄超，动手之前想清楚，在这古董街动陆岩的人，你担得起后果吗？超哥，别冲动，这里人多眼杂，万一这事传到你爷爷耳朵里就惨了。咱们先走吧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给我等着，这事没完！美女，你的包忘拿了。等等，碎片居然在何倩手里，
这可是最后一块，无论如何都得想办法拿到手。这可是超哥送我的今年最限量款包包，怎么样？羡慕了吧？刚刚你不是说我是个半吊子不懂鉴宝吗？那你敢不敢跟我赌一场？你又想耍什么花样？别以为耍点小聪明骗了我一次就能故技重施。赌一场鉴宝而已，不敢吗？我挺喜欢这个包的，就用它当赌注。要是我输了，我直接出300万，把你手里那个假玉簪买下来，全当给你赔罪。但如果你们输了，这包就得归我。你一个臭打工的，哪来的那么多钱？你管我哪来的钱？就一句话，敢不敢赌？超哥，他刚刚就是走了狗屎运才看出来那个簪子是假的，你赢他那还不是轻轻松松？赌就赌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这是咱们俩的赌局，他不能帮你，全程只能你自己找、自己判断。要是敢偷偷打暗号或者求助，就算你输。没问题，但是比什么，要我说了算。你说吧，想怎么比？3小时内，我们各自在这条古董街上找一件仿品，最后看谁找到的仿品价值更高，谁就赢。秦然，你怕不是脑子进水了？鉴宝比的是认真品，你倒好跟我比找仿品。仿品也分3、6、9等，普通现代仿品值几十块，清代、明代的高仿品能值几万甚至几十万。别以为仿品就没门道，你要是不敢，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不就是找高价值仿品吗？别说10分钟，5分钟我就能给你找出来。输的人可别耍赖。超哥从小在古董堆里长大，见过多少高仿，鉴宝的能力甩你18条街。秦然，你这根本就是明摆着送300万给我们，我们要是不收，都对不起你这份心意。那就看谁能笑到最后，开始吧。秦然，你就等着把300万双手奉上吧。5分钟之内，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专业。他们都去找了，你怎么不动？时间有限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小姑娘好眼光，我虽然是仿制品，可我是明代仿制的歌谣八方高足杯，价值100万元呢。因为我已经找到了。你说这个，这杯子发方的棱面歪歪扭扭，有的地方还磨了边儿，竹节高足的纹路也糊成一团，一看就是哪个小作坊粗制滥造的破烂。别闹了，咱们赶紧去别的摊位找找。嘿，你这个臭小子，说谁粗制滥造呢？不用找了，就是他。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美女，你是陆大少的朋友，这个杯子就送你了，不要钱。那就多谢了。好吧。秦然，这就是你找的东西，一个破杯子而已，这种破烂扔在路边都没人捡，你也好意思拿出来凑数？我还以为你能找到什么稀罕东西呢，原来就是这么一个破杯子。秦然，你该不会是知道自己输定了，随便从垃圾堆里捡了个东西糊弄我们吧？我这可是清代高仿的康熙青花缠枝莲瓶，这釉色浓艳泛青，还有这缠枝莲纹，雕工多精湛，笔法多流畅，一看就是高仿里的精品，至少值15万。再看看你这破杯子，撑死了值50块，连我这花瓶的零头都比不上。这场赌局我赢定了。蠢货，老板说什么你都信，我不过是个普通陶土烧制的花瓶，才值100元，你被骗了。你这青花瓶确实看着唬人，但不过是现代小作坊的粗制高仿，釉色是化学染料调配的，泛着贼光，缠枝莲纹的线条僵硬呆板，连青花的晕散感都是人工点化的，实际只值100元。而我这杯子是明代官窑仿宋歌谣的精品，釉面是天然开片的金丝铁线，八方器形规整，竹节高足，衔接紧实，胎质是明代特有的糯米胎，价值100万。你胡说八道！这花瓶可是我花大价钱从老藏家手里收来的，怎么可能只值100块？你还敢说你这破杯子值100万？谁能替你证明？老头子，我能证明。爷爷，您怎么来了？有朋友跟我说，见你在这里跟人起了争执，我就想着来看看，没想到看了一出好戏。小冉，把杯子拿过来我看看。这确实是明代官窑仿宋的歌釉发方高足杯，工艺精湛，市场价值确实在100万上下。这杯子极其罕见，小冉，能否给我老头子一个机会，把这宝贝卖给我？当然可以。至于这个花瓶，
就是个化学釉料上色的仿品，连100块都不值。庄小子，我这老头子在古董行里混了几十年，说话还是有些分量的。我说这杯子是真品，你认不认？您说的话我自然认。超哥，这个老头子是谁啊？凭什么他说什么就是什么？你懂个屁！赶紧给我闭嘴！陆氏古董行是行业龙头，我们家还有好几个合作想跟陆氏谈，而这位就是陆氏古董行的老爷子。愿赌服输，你们现在该履行赌约，把包给我了吧？超哥，给他。我终于找到最后一个碎片了。有了这个碎片，我的鉴宝能力一定会更上一层楼。清阳，你怎么了？眼睛是不是不舒服？小冉，要是疼得厉害，咱们先去医院检查。别硬撑！装什么啊？不就是想跟我们炫耀陆家有多重视他吗？也不知道陆家这一老一小到底怎么被他哄骗的。之前真是想敲他。我们走。我劝你别盯着我，我可是被称为阴珠的陪葬博珠，小心我缠上你。我现在不仅能拾宝，居然还能关气。秦冉，你发什么呆呢？眼睛怎么样？要不去医院？我没事儿。陆爷爷，你这铂从哪来的？这是我之前参加拍卖会的时候收来的。怎么了？可以让我看看吗？陆爷爷，这佛珠来路不正，是古代丧仪所用的供奉珠，会引鬼魂，耗阳气，您还是不要再戴了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最近我总感觉身体提不上来劲儿，头也昏昏沉沉的，原来是因为它。回去我就把它放到佛像面前，消消它的煞气。陆老，您现在忙吗？怎么了？这么急急忙忙的？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，电话里说不清楚。您要是不忙的话，请来我家详谈。行，我现在就去。你们两个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去看看？陆老，可算把你盼来了。秦冉姑娘也来了，正好，我一直想让我孙女跟你学学鉴宝，她今天正巧在家，我介绍你们认识认识。西西，出来一下。爷爷，怎么了？这位是我跟你提过的，在交流会一眼认出无道子真迹的秦冉。你以后可要多跟这位姐姐学学，别跟你哥一样天天不学无术的。爷爷，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，不要把我和庄超混为一声的。我们他一个私生子不学无术是他的事儿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还是很优秀的。客人还在，你说这些干什么？陆老，别介意，我这孙女儿被我宠坏了，说话没个约莫，不碍事。原来我爷爷说的人就是你啊，好巧。你是？你不记得我啦？那天在古董店是你帮了我。这不是我弄掉的。就是你，你把我的和田玉手镯摔碎了，80万，1分都不能少，赶紧赔钱！我叫庄西，今天谢谢哥哥姐姐的帮忙，我还有点事就先走了，下次再遇到我一定好好感谢你们。你叫庄西，真的好巧啊！没想到你就是庄老的孙女。你们俩认识？爷爷，之前我去一家古董店买东西，被老板讹上了，要不是秦冉姐姐及时出现，我可有大麻烦了。真是无巧不成书，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段缘分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几个小家伙一会儿再叙旧。庄老弟，你电话里说的神神秘秘的，到底是什么宝贝？赶紧拿出来让我们开开眼。我钻研字画多年，对古董文玩却不甚了解，今天请陆老来，是想让您帮我长长眼。这是前段时间我那不成器的孙子庄超不知从哪儿收来的，说是什么招财的宝贝。可我对着他研究了好几天，愣是看不出这是哪位财神。但我看他的材质做工都绝非凡品，就暂时把他留下来了。老夫乃财神姚少司，你岂敢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？这神像冒着一股诡异的黑气，就算他是个偏财神，也不该带着这么重的戾气。难道这神像里暗藏玄机？常说东西南北中5路财源通，
东路比干，西路关公，南路柴荣，北路赵关明，还有中路王亥，这5路正财神是行内公认的。可庄老您这尊财神爷，我别说见过，连听都没听过。小严说的的确不错，但是除了这5路财神外，还有一些冷门财神。什么冷门财神？什么冷门财神？冷门财神有很多，其中最出名的是活财神沈万三、女财神麻姑和暗财神灰仙。沈万三和麻姑，我倒见过不少相关的摆件字画，这灰仙却是头一回听说。难不成这神像就是灰仙？肯定不是，因为这所谓灰仙，其实就是老鼠啊！老鼠也能当财神？这也太奇怪了吧！不少盗墓者、鬼市商贩常年跟阴晦之物打交道，不敢光明正大祭拜正神，助他们寻得财路。不过，这祭拜灰仙的习俗太过偏门，寻常人家别说供奉了，连听都难得听闻。爷爷，所以你说了这么多，还是没说出这神像到底是谁？虽然没辨出他的身份，但这神像线条流畅，衣褶纹路都刻得细致无味。就算不是财神像，单论材质和工艺，收在家里也不亏。不行，这神像不能留。小冉，你这反应如此激烈，是看出这神像有什么不对劲了？这神像是立御仙官姚少司，并非普通财神。姚少司，我在古籍中倒见过零星记载，却未曾深入了解。你仔细讲讲这仙官的来历。这姚少司确实是财神，但却是专管赌运和投机之财的邪财神。他的香火多来自赌场、当铺和一些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古玩商贩，明着供奉极易招惹投机取巧的灾祸。就算暗供能助一时偏财运，那股偏财戾气也可能会侵蚀人的心智和运势。这东西这么邪门，庄超也太不靠谱了，什么东西都往家里带。爷爷，你还是赶紧把它扔了吧。好歹也是件做工精匠的老物件，就这么丢弃未免可惜。照你刚刚所说，我把它藏在密室里暗供，应该就没事了吧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因为这贱女人就是不想让咱庄家发大财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规矩？小冉是我请来的客人，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？快道歉！爷爷，您别被她骗了。这女人就是记恨我把她甩了，所以见不得咱们庄家好。这神像明明是我好不容易淘来的招财宝贝，她却故意危言耸听，说什么邪财神，就是想让咱们把这好宝贝扔了。我有没有危言耸听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这神像你是从哪里淘来的？怕不是什么正经渠道吧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这神像是我花大价钱请来的，你就是嫉妒我能找到这么好的宝贝，故意在这里挑拨离间。庄老弟，小冉的眼力和见识非同一般，你是亲眼见过的。这神像若真有问题，你执意留下，只会给庄家招来祸患。小冉，既然你这么说，这神像确实不能留。只是这神像已经放家里了一段时间，它带来的戾气可有化解之法？化解之法我暂时不知，但当务之急是不能再让他留在家里。而且我感觉到他身上的戾气很重，绝非单纯的邪财神摆件，说不定里面还藏着别的东西，甚至可能被人动过手脚，用来承载不该有的阴煞之气。你装上瘾了是吧？你刚才在古董街走了狗屎运才认出来那个杯子，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。一个半犊子也敢在我爷爷面前班门弄斧，真是可笑。庄超，你给我放尊重点！秦然姐姐是个鉴宝天才，比你这个只会败家的草包强100倍，你不许这么说她！你这个蠢货，什么鉴宝天才？他就是运气好而已，3言2语就把你骗得团团转。我看啊，你被他卖了还帮他数钱呢。够了，都给我闭嘴！小超，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？不分青红皂白就骂人，哪有半点庄家人的样子？小冉是我请来的贵客，轮不到你在这里撒野。爷爷，他就是故意针对我，明明是招财的宝贝，他非说是什么邪物，就是见不得咱们庄家好。你还敢说？要不是你带回来的这个玩意儿，我至于这么头疼吗？小冉，你向来沉稳，不会无的放矢。你说这神像有问题，可有更具体的依据？比如这戾气，是否能从材质或工艺上看出来些端倪？你要是真能说出来这神像有哪里奇怪，我把它吃了都行。我还不知道你有这种癖好，一会儿用不用我帮你开个直播啊？你就这么自信，他真能找到什么问题？
面竟然藏了一个钉子！别碰！有点本事啊！我在这神像里这么久了，你还是第一个发现我的。庄老，能麻烦您拿一双手套过来吗？这东西煞气太重，不能直接用手碰。我有，不就是个钉子吗？这么大惊小怪干什么？你眼瞎啊！这钉子看着就不是普通的钉子。也对，你就是眼瞎才会买了这个奇奇怪怪的神像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怎么会被藏在神像里面？钉子做工材料都不一般，上面的铭文看起来是明代特有的篆书风格。小冉，这到底是什么？这不是普通的钉子，而是镇魂钉。镇魂钉？我只在古籍残卷里见过记载，说这镇魂钉是用于镇压陵墓中陪葬者魂魄的法器，竟真的存在。普通镇魂钉多为民间所用，材质不过是寻常铁器，但这枚不一样，是帝王专用的镇魂钉，专门用来承载帝王陵的阴煞之气。帝王陵墓规制宏大，陪葬者众多，这枚镇魂钉镇压的是上百条冤魂的怨气，把它藏在神像里带回家，无异于把一座移动的凶煞之源请进了家门。那它跟神像在一起，岂不是把邪气都带到家里来了？难怪我最近总觉得夜里睡不安稳。这么说来，之前你说神像身上的戾气重，不光是姚少司本身的偏财煞气，还有这枚帝王镇魂钉的阴煞在作祟。正是，两者叠加，煞气翻倍。若再供奉些时日，恐怕庄家会接连遭遇祸事，轻则破财招灾，重则家宅不宁，伤及性命。逆子，你给我跪下！爷爷，我真不知道这里面藏着这种东西。我要是早知道，打死我也不敢把它带回家呀。要不是小冉及时发现这神像的异常，咱们庄家早晚要大祸临头。你立刻给我说清楚，这神像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我就是从古董店里买的，谁知道那老板故意坑我，卖给我这种鬼东西。你还不说实话？这种邪财神，哪个正规古董店会公然售卖？爷爷，我看他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闯了这么大的祸，还敢狡辩，不如直接请家法，好好抽他几遍，看他老不老实。别！我都说。这神像确实不是从正经古董店买的，是我前阵子在城郊的黑市上淘来的。我平时怎么教你的？黑市鱼龙混杂，全是盗墓贼和文物贩子的聚集地。那里的东西，要么是见不得光的赃物，要么是沾着邪气的凶物。我三令五申让你绝对不能碰。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，是嫌庄家活得太安稳了吗？我当时就觉得它材质细腻，看着是老物件，卖家又拍着胸脯说是什么招财的宝贝，能让我发大财，还说这是独一份的机缘。我一时鬼迷心窍，想着能捡个漏在您面前露脸，就花大价钱买下来了。我真没多想这里面藏着这么邪门的东西啊！你的一举没想到，差点害了咱们全家。爷爷，您别动怒，注意身体。今天的事，我必须给你一个教训。从今天起，你不许再插手庄氏古董行的任何事。你名下的股份全部转给西西，零花钱也一概停掉，免得你再拿着家里的钱去黑市上买这些脏东西回来惹祸。不要啊，爷爷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以后一定擦亮眼睛，再也不敢乱收东西了。而且我可是您唯一的孙子，你怎么能把我的股份给庄西这个丫头子呢？哼，西西比你懂事，也比你有鉴宝的天赋，把古董行交给他，我才能放心。自作孽不可活，你就认命吧。陆老，真是让您看笑话了，家门不幸，让您见笑了。不碍事，小孩子不懂事儿，多教育教育就好了，别气坏了身子。小冉啊，今天真是多亏了你，要不是你火眼金睛看出这神像和镇魂钉的凶险，咱们庄家恐怕要万劫不复了。庄超这孩子刚才对你出言不逊，我一会儿一定替你好好教训他。庄老言重了，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，您不用放在心上。只是这神像和镇魂钉万万不可留在家里，也别随意处置，一定要妥善处理。我明白，我一会儿就让西西把他们送去城郊的清净寺庙后妥善安放，绝不敢再留在家中惹祸。这样处置最好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就先走了。既然庄老的事情解决了，你陪我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我们还来这周氏古董店干嘛？你上次没出够气啊？当然是让我手里的钱生钱啊！我要盘下整个古董店，自己当老板。你早说啊！我手底下空着的铺子好几个，地段比这强多了，直接送给你一个不就行了？哪用得着这么多？无功不受禄，我才不要你的铺子！而且，我很早之前就下定决心要盘下这个古董店，
让周强给我当牛做马。最近这生意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连个进店问价的人都没有。再这么下去，我这店可就要彻底倒闭了。喝西北风都赶不上热的。周延人呢？跑哪儿去了？欢迎光临，本店各种稀世瑰宝应有尽有。秦冉，你还来干什么？周老板，你这店里怎么这么冷清啊？连一个客人都没有。你看，这柜台都落灰了，怎么也不打扫打扫？我工资都给你结清楚了，你还来这儿找什么茬？周老板，瞧你这话说的，我怎么会是来找茬呢？我可是专门来跟你谈买卖的。什么买卖？100万，我要盘下你这个店。100万？就凭你能拿出来100万？你呀，这辈子就是个打工命，居然异想天开想当老板，真是可笑。我懒得跟你多费口舌，我已经打听过了，你这店欠了3个月房租，供应商的货款也拖了大半年，早就入不敷出了。你要是同意，现在就能签字过户；要是不同意，再过半个月，这店被房东收走，你可就1分钱都拿不到了。卖给你可以，但是你才给100万，打发叫花子呢。我这店的装修加上这些宝贝，怎么也值200万。你自己心里清楚，这店里的东西加起来值不值5万块都难说。我给你100万，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毕竟，我还得花钱重新装修，清理这些假货。可这100万也太少了点儿，你稍微再加点儿。多1分都没有。你现在欠的外债就有60多万，这100万足够你还清欠款，还能剩下点钱过日子。别太贪心了。我们今天就能全款支付，合同一签，钱马上到账。你要是还有顾虑，也可以找律师来公证，保证交易公平。150万，否则免谈。我周强在古董界这么多年，总能找到买得起我这店的人。你也知道我陆家在古董界的地位，我女朋友想要你这家店，我看谁敢跟我抢。你这是强买强卖！我就强买强卖了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行行行，100万就100万。钱已经转过去了，现在你可以滚了。从今天起，这家店就是我的了。我要把它重新装修，摆满真正的真品，打造成全城最靠谱、最有名的古董行。那我请问秦老板，你这新店开业缺不缺一位专属老板娘啊？你看我怎么样？陆氏古董行的大少爷要给我当老板娘，我求之不得。把那个破旧的老式柜台彻底拆掉，别留半点残局。还有身后这整片墙面，全部铲除翻新，重新粉刷。我要这家老店彻底改头换面，焕然一新。好嘞，秦老板，保证给您拆得干干净净，后续粉刷也给您做得妥妥帖帖的。老板，你快过来瞧瞧，这面墙不对劲啊，和店里其他墙面的颜色差得太远，质感也完全不同，看着怪得很。闷死老夫了，困在此地数载，终于有人来了，快放老夫出去！这面墙是空的，里面似乎还藏着什么东西。别用大锤硬砸，换小锤子和凿子过来，小心一点，慢一点，逐层把这面墙的表层凿开，千万小心，别弄坏里面的东西。明白。
这是什么稀罕玩意儿？看着像玻璃，可这厚度、这透亮劲儿，比普通玻璃强太多了。我干装修10几年，从没见过这种东西。这玻璃上还刻着东西呢。这难道是琉璃？小姑娘不必惊奇，老夫并非凡物，乃是明代官窑烧制的琉璃璧，璧身之上的瑞兽雕刻纹路章法，皆与故宫九龙璧同出一炉，是正统的皇家御制工艺。天哪！我竟然捡到宝了！这整面墙足有2、3米长，刚才凿开的不过是冰山一角。若整面墙间都嵌面，这琉璃璧的价值根本无法用金钱衡量。老板，您发什么呆呢？这墙里挖出来的古怪东西，我们接下来怎么处理？是直接拆掉一起翻新，还是单独弄下来？没什么稀奇的，就是个老装饰而已。估计是以前开店的房主特意嵌在墙里做造型的，样式还算别致好看，不用拆。老板，这东西留着的话，咱们后续刷墙打扫会不会弄脏啊？所以你们找块防尘布或者塑料膜，把这面墙完整遮挡包裹住。施工的时候多注意点，别落上灰尘，沾上涂料，也别磕碰刮花了，好好保护起来。好嘞，老板。秦冉，你新店马上就要筹备开业了，你还不抓紧找一件压得住场子的镇店之宝？我已经找到了最合适的镇店之宝。不是吧？这才几天功夫你就找到了？能让你秦冉亲口认下的镇店之宝，肯定不是寻常物件。到底是什么稀罕玩意儿？快跟我说说，也让我开开眼界。现在先不告诉你，暂时保密。不过我刚好有件事需要你帮个忙。你说。我打算在1个月之后举办一场开业典礼。你人脉广，圈子熟，帮我联系一下古董圈内那些有名望、有资历的大佬和行家，邀请他们前来参加。这事儿简单，包在我身上。我现在就去对接人脉，帮你逐一联系妥当。多谢。这琉璃墙一经出世，一定会引起轩然大波。到那时，我秦氏古董的名头，定然响彻全城，想不火都难。这个看法呀，看美啊，细看紧张吗？有你在，不紧张。陆爷爷，您来了。咱们秦老板新店开业，我这老头子怎么能不来捧场？这是我收藏的清代和田玉如意，送给你当贺礼。祝秦氏古董开业大吉，财源广进，鉴宝之路越走越宽。陆爷爷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拿着吧，你马上就是我孙媳妇了。这点东西算什么？将来整个陆氏古董我都是要传给你的。爷爷没说错啊，你早晚都是他的孙媳妇。你害羞什么？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哎，西西，你怎么跟陆爷爷一起来了？庄老呢？我爷爷前几天被庄超气的老毛病犯了。大夫说需要静养，没法亲自到场祝贺，特意让我带了一幅名家字画过来，祝秦冉姐姐开业大吉。身体要紧，替我谢谢庄老，也麻烦你转告他好好休养，等他痊愈了，我亲自登门拜访。庄老弟就是太操劳，早该好好歇歇了。你们年轻人聊，我进去看看店里的陈设。哟。秦老板新店开张，怎么不请我来捧个场？你们来干什么？好歹我也跟你好过一阵子，怎么能不念旧情呢？我可是专门过来给你捧场的。没想就是这么一间小破店，就你这巴掌大的地方，摆几件看着就不值钱的破烂玩意儿，也好意思大张旗鼓弄开业仪式，也不怕被业内的前辈笑掉大牙，传出去，别人还以为咱们古董界没人了呢。就是啊，秦冉，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出身，以前就是个在古董店给人端茶倒水打工妹，现在开个小店就敢装老板，还敢邀请这么多行家过来，真是自不量力。我开我的店，碍着你们什么事了？少在这里狗叫。姐姐，你还没听说庄超最近的光辉事迹吧？我给你讲讲啊。好呀。我这个好哥哥自从被爷爷赶出庄家后，不甘心就此落魄，便拿出仅剩的所有积蓄投资开了一家古董店，一心想东山再起，好向爷爷证明自己。只可惜啊，他没什么本事就算了，还心高气傲的不肯虚心学习，结果被一个骗子三言两语给忽悠，花重金收了一屋子的假货仿品，开业没几天就彻底砸了招牌。庄超，
我要是你，现在早就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了。你怎么还有脸跑到我这儿来丢人现眼？姐姐，你是不知道，这种人脸皮简直比城墙还厚，他哪会觉得丢人呢？庄西，你找抽是不是？你敢！庄西，你别以为你现在有了陆氏的继承权就可以高枕无忧。我告诉你，总有一天，我会把我失去的一切都拿回来。绿，就凭你这个草包，爷爷这辈子都不会让你重回陆氏，你就死了这份心。个死丫头，看我今天怎么教训你！庄超，这里是秦氏古董，不是你可以随便撒野的地方。咱们开古董店的，总得有件镇店之宝撑场。要是连镇店之宝都没有，谁会认可你？又有谁还敢来你这儿买东西？这是我的事，就不劳你庄大少操心了。感谢各位前辈、各位朋友今日莅临，见证秦氏古董开业。开业大喜，我也不藏私，恰好有一件藏品，想请大家一同观赏品鉴。什么宝贝？我看不过是随便捡个破烂，想拿来糊弄各位前辈吧？你这件宝贝就在这里。我的天，这是什么宝贝？这么大一面琉璃壁，从没见过这么完整、这么气派的琉璃剑，这光泽、这雕工，绝了！爷爷，您见多识广，您快给长长眼，这到底是什么来头？老夫鉴宝一辈子，这般品相、这般规模的琉璃器第一次见。这用料、工艺、规制全都是顶级水准，绝非凡品。但具体是何朝代、何机构烧制，老夫一时还不敢妄下定论。连国宝级鉴宝师陆仲田都认不出，足以证明这件东西有多稀有。这秦老板手里居然有这种好东西，我当是什么稀世珍宝，连陆老都认不出来。我看也不过是个徒有其表的摆设罢了，说不定就是现代仿造的大型工艺品，被你当成宝贝捧出来撑场面。秦冉，你可真会糊弄人，拿个不知道哪来的玻璃墙就敢说是镇店之宝，也不怕笑掉各位前辈的大牙。对，陆老都看不明白，你一个半路出家的，还能比陆老更厉害？我看你就是故意拿个假货骗大家，太丢人了。它不是什么现代仿品，更不是普通摆设，而是明代官窑精工烧制的皇家琉璃璧。好。老道，你简直就是我的偶像。该死，这贱人怎么每次都能踩到狗屎运？这么珍贵的琉璃璧，他凭什么可以拥有？超哥，这不可能。
他一个臭打工的，上哪儿去找这种国宝？各位，你们别被这女人给骗了。我承认，这琉璃璧看着确实漂亮，但你们有没有想过，真正的明代官窑琉璃璧，那可都是皇家御用的顶级珍品，流传至今的屈指可数，每一件都有详细的文献记载和传承脉络。就这么一块嵌在破墙里的琉璃，没有出处，没有传承，连个像样的来历都说不清楚，谁知道是不是哪个小作坊做出来的现代仿品？就是，超哥说的对，我看他就是故意拿个大件的东西来唬人，想让大家觉得他有多厉害，其实就是个徒有其表的假货，专门骗你们这些不懂行的人。秦然，我理解你想在这行站稳脚跟的心情，但也不能拿这种东西出来糊弄各位前辈。你要是真有本事，就把这琉璃璧的来历说清楚。说不出来了吧？我就知道你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不知道从哪儿捡了个好看点的破烂，就敢冒充国宝，好像也有点道理啊。是啊，这琉璃匠确实壮观，但没有明确的来历和传承，万一真是高仿品呢？庄超，你说完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既然庄大少这么想知道这琉璃璧的来历，那我就好好说道说道。大家请看，这琉璃璧顶端的龙纹采用的是明代永乐年间特有的双线勾勒法，龙须纤毫毕现，鳞片层叠有序。这种工艺在宣德之后就已经逐渐失传了。没错，确实是双线勾勒法。这种技法在现存的明代琉璃器中极为罕见。再看这壁面的瑞兽浮雕，采用的是高浮雕与透雕相结合的工艺，层次感极强。每一只瑞兽的形态都各不相同。这种繁复的雕刻技法，只有在皇家御制的琉璃器中才能见到。而且，这琉璃匠所用的琉璃料是明代官窑特配的宝石蓝釉料。经过多次高温烧制，才能呈现出这种深邃通透的碧色。这种釉料配方在明代中期就已经失传了，后世根本无法复制。说的有理有据，这种专业水准可不是随便说说的。看来这确实是真品无疑了。秦老板年纪轻轻，竟然有这般深厚的鉴宝功力。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假的。你说的这些也不过是你的一面之词，谁知道你是不是提前备好的说辞，专门拿来唬人？庄大少，既然你还是不信，那我就让你彻底死心。这琉璃瓶的底座内侧刻有明代官窑的款记，这里有大明永乐年制6个篆字，笔画规整，气韵古朴，是明代宫廷造办处特有的官样款记。千真万确，这就是永乐官窑的官款，错不了。你身为庄氏古董行的大少爷，从小在古董堆里长大，难道连明代官窑的官款都认不出来吗？还是说你根本就没什么真才实学，只是个靠着爷爷名字招摇撞骗的草包？庄超，你连明代官窑的官款都认不出来，还好意思在这里班门弄斧？秦然姐姐说你是草包，还真是一点都没冤枉你。庄家出了这么个不学无术的孙子，真是家门不幸。跟秦老板一比，高下立判。你们给我等着！小冉啊，你今天可是让老夫大开眼界了，不仅慧眼识珠，能找到这等绝世珍宝，还能把其中的门道说得如此透彻，后生可畏，后生可畏啊！陆爷爷过奖了，我不过是恰好对琉璃器有些研究而已。爷爷说的对，你就是最棒的，有你在，咱们秦氏古董行日后必定声名远扬。秦然姐姐，以后我也要跟你学鉴宝，你太厉害了。秦老板，你这店以后我一定常来，有这等镇店之宝在，谁还敢质疑你店里的东西？秦老板，您这琉璃墙若想是要出手，可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啊，我愿意出高价。多谢各位前辈捧场，秦氏古董日后还仰仗各位多多关照。这琉璃璧是我店里的镇店之宝，暂时不会出手，但日后若有其他好东西，一定第一时间通知各位。我听说秦氏古董行里有一面明代官窑的琉璃璧，特意从林氏赶过来看看，果然名不虚传啊！秦老板，我听说您上次在交流会上还认出了吴道子的真迹，您真是太厉害了，能不能帮我看看这件瓷器是不是真的？秦老板，我最近收了一件玉器，心里没底，您能不能帮我长长眼？大家别急，一个一个来。哎，今天客人比昨天还多。辛苦你了，晚上我请你吃大餐，好好犒劳一下。那我要吃上次你带我吃的那家火锅。没问题，小馋宝。
请问这里是秦氏古董行吗？是的，请问二位是？您好，我们是华夏收藏杂志社的记者，我叫林薇。我们听说了秦氏古董行开业典礼上展示明代琉璃币的盛况，特意前来采访秦冉秦老板。冉冉，有记者来采访你。我是说，我发现这面墙的声音不对，里面好像是空的，就让他们小心凿开，结果就发现了这琉璃币，差点把能听到文物声音的事说出来了，还好反应快。这也太传奇了！您当时一眼就认出这是明代官窑的琉璃币了吗？说实话，第一眼我只是觉得它工艺精湛，年代久远，后来经过仔细研究，才确认它是明代永乐年间官窑烧制的皇家琉璃币，专门用于宫廷建筑的装饰。秦老板，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，您是如何从一个普通打工妹成长为如今的鉴宝高手的吗？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，我经常逛市场、看展览、读典籍，慢慢的就积累了一些经验。后来机缘巧合下，得到了一些前辈的指点，自己也确实在这方面有些天赋，一步步走到今天，也算是天道酬勤吧。他可谦虚了，秦冉的鉴宝水平，连我爷爷都赞不绝口，那可是国宝级的鉴宝大师，从来很少夸人的。您说的可是陆仲林陆老？正是我爷爷。太好了，能得到陆老认可的鉴宝人，整个圈子都屈指可数。秦老板，您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吗？我想把秦氏古董行打造成全城乃至全国最值得信赖的古董店，不仅仅靠这面琉璃币撑场面，更要靠专业和诚信赢得客户的认可。